你是不是有试过各种减肥方法，168断食、低碳饮食、激烈运动，却发现自己怎么努力都瘦不下来呢？真正的原因有可能不是你吃太多或动太少，而是你在睡觉的时候，身体悄悄的在跟你作对。睡得好，自然就会瘦，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研究指出，睡眠品质良好的人，脂肪燃烧能力明显更强，体重更容易控制。那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透过优质睡眠达到你的减重目标。大家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睡满8小时就没问题，但事实上，你的睡眠品质可能并没有自己以为的好。如果你经常感到白天疲劳、容易生气、体重降不下来，其实这些都是睡眠品质差的警讯。睡眠品质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睡眠碎片化，而它也会导致身体荷尔蒙跟新陈代谢开始失调。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有3种荷尔蒙：肾上腺素、饥饿素跟瘦素。简单的来说，这些荷尔蒙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囤积脂肪的模式，吃一点就胖，怎么样也瘦不下来。另外，睡眠碎片化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睡眠呼吸中止症，它同时也是造成你会缺氧、反复发炎以及不断累积腹部脂肪的原因。所以它不只是打呼，而是会让你每天的睡眠都如同经历一场生存游戏，最终越睡越胖，而越胖就越难睡，从此开启向金正恩的致敬之路。接下来我会更详细的跟你们分享：一、为什么睡不好会让减重卡关；2、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减重的影响；3、改善睡眠的方法。当你睡不好，或正确的来说，你的睡眠品质有问题的时候，身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导致荷尔蒙失衡，进一步影响新陈代谢跟脂肪燃烧的能力。当身体这个燃脂引擎无法正常运作的时候，就代表即使你维持相同的饮食跟运动，减重的效果还是会大打折扣。很多有睡眠问题的人并不感觉自己会睡不好，因为睡得好不好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睡满8个小时，不等于就是睡得好。重点不是睡了多久，而是你在你的睡眠周期当中，每一个阶段是不是有达到足够的平衡比例。你的睡眠周期常常会因为某些原因被打断，这个在医学上被称为唤醒 （arousal）。唤醒不见得是你真的会醒来，而是一种对于睡眠的干扰，它会让你被迫从深度睡眠回到很浅眠的状态。如果你在睡眠期间一直不断被唤醒，睡眠就会因此碎片化，而长期睡眠碎片化是许多失眠患者常有的问题。最常见的唤醒原因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但偏偏因为睡眠呼吸中止多半发生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所以你自己是很难发现这个问题的。在它造成你失眠，让你发现它的存在之前，其实它就已经默默的在影响你的睡眠品质非常久了。所以像失眠这么明显的症状，就绝对不是睡眠品质差的唯一指标。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失眠，就代表他的睡眠品质没有问题，但绝对不是这样。那要怎么知道你的睡眠品质有问题呢？其实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想睡觉，没有办法专心，容易晃神，脾气很容易暴躁，记忆力开始下降，容易感觉疲劳，性欲丧失，胃食道逆流，夜尿频繁，也就是你一个晚上会起来上厕所超过2次以上，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症状，多半就已经是睡眠品质非常不好的警讯了。那么你现在了解什么叫做睡眠品质不好之后，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到底睡眠是怎么样影响你的体重的？就像一开始提到的，它的主要影响来自3种关键荷尔蒙。肾上腺素是让身体进入战斗状态的激素，它会在早晨的时候升高，帮助我们清醒，并且动员脂肪当作能量的来源。当夜晚来临，肾上腺素就会下降，让身体进入休息跟修复的模式。但如果你的睡眠有问题，例如夜间反复的呼吸中止症，就会触发肾上腺素急剧升高，导致血糖急剧波动以及胰岛素阻抗的发生。同时，持续的睡眠中断也会造成皮质醇的分泌过量，进而促进腹部脂肪的堆积，
提升食欲，又会削弱肌肉跟免疫的修复功能。这种高压、高糖、高脂的代谢环境，不仅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率，也会助长压力性进食跟日间的疲惫，让减重跟体重的维持变得异常艰难。想象一下，肾上腺素就是引擎的油门，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会在白天帮助你加速燃脂，晚上的时候适当的放松。但如果你睡不好，油门就是一个晚上一路踩到底，导致引擎过热，反而无法高效的运作，减脂的能力就下降了。在正常的生理状况下，我们会透过瘦素跟饥饿素这两种荷尔蒙来维持进食跟能量储存的动态平衡。瘦素是由脂肪细胞分泌，向下视丘传递能量充足的讯号，抑制食欲并促进能量的消耗。而饥饿素则是由胃黏膜释放，刺激我们的下视丘，促进进食的行为。但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间歇性的缺氧跟睡眠的片段化的环境中，例如说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时就会造成你的大脑虽然侦测到瘦素的存在，但对它就不再有足够的反应能力。结果就是吃饱的讯号没有办法传递，能量的消耗不被启动。因此，如果你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越严重，饥饿的讯号就会越旺盛。再加上睡眠呼吸中止症会造成交感神经的活化跟皮质醇升高，这些压力荷尔蒙反应进一步又会强化饥饿素的表现，形成一种荷尔蒙能量失调的状态。根据研究，连续2晚睡眠时间缩短到4个小时，会导致你的食欲增加23%，特别是对于甜食跟高碳水化合物的渴望会上升到45%，而这正正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会导致肥胖跟体重管理困难的关键原因。刚刚说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在睡觉的时候会遭遇到交感神经的亢奋、肾上腺素的上升，但这在理论上应该消耗更多能量才对。为什么实际上这种短暂代偿的高交感活化久了反而会造成代谢引擎的崩盘呢？这边有3个关键机转。第一，压力荷尔蒙长期过高会造成你的肌肉流失跟血糖失控。当你晚上睡不好，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呼吸中止症就会让皮质醇一直维持在高档。这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它会让你的肌肉开始被分解，因为身体以为你在缺粮，开始拆解自己的肌肉当作燃料。接着，皮质醇会抑制胰岛素的作用，使血糖难以进入细胞，导致胰岛素阻抗，进一步促进了脂肪的堆积。所以长期下来，你可能吃的不多，却还是肌肉变少，脂肪变多，血糖也越来越高。第二，睡不深，代谢无法启动。我们的身体其实只有在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才会好好的修复、调整跟代谢。但对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来说，因为他的呼吸一直被中断，因此他的深层睡眠的时间几乎是片段化的。这个结果就是身体根本没有时间启动所有的代谢功能，变成整个晚上都在处理危机，而完全无法维修系统。长期下来，不但肌肉难以重建，脂肪也会越囤积越多。第三，白天没精神，活动量下降。如果你晚上就没有睡好，白天当然就没有力气。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常常一整天都昏昏沉沉的，不想动，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你就越不想动，肌肉用的越少，身体自然就会切换成省电模式，能省就省，能存就存。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代谢越来越慢，脂肪越来越多，身体变成一台不想燃烧，只想囤积的机器。接下来，让我们再更深入的探讨睡眠呼吸中止症。它不只是打呼这么简单，它会让你的身体反复处于缺氧跟发炎状态，导致荷尔蒙失衡，让减重变得异常困难。皮质醇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当你遭遇压力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让你变得更警觉，提升能量供应。但长期过量的皮质醇会让身体进入囤积脂肪模式，特别容易在腹部累积脂肪，形成所谓的啤酒肚或是苹果型肥胖。所以压力太大会发胖是真的。而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导致夜间缺氧，让身体以为自己正处于危险当中，进而大量分泌皮质醇。这就像是每天晚上都在经历小型的压力战争，结果就导致脂肪不断的囤积。
生长激素主要会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它负责燃烧脂肪、修复肌肉以及促进新陈代谢。睡眠呼吸中止症会让睡眠反复中断，导致深度睡眠的比例下降。既然身体没有机会进入这样子的维修模式，那自然就会导致脂肪燃烧变慢，肌肉流失了。当你吃下食物，胰岛素会帮助细胞吸收葡萄糖，提供能量使用。当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时，这时候就是俗称的胰岛素阻抗。睡眠呼吸中止症会让身体变得不容易利用血糖，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让你的体重增加，甚至提高糖尿病的风险。以上3个原因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导致肥胖的原理。肥胖本身反过来也会导致睡眠呼吸中止症变得更严重，最后这两者就会形成一个逐渐不断向下的恶性循环。大家都听过10举9胖，10只橘毛9只胖，剩下1只不是瘦，而是特别的胖。这个论述也可以完全用在睡眠呼吸中止症上面。根据调查 ，BMI 超过35以上的人，90%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万一你的 BMI 在30以上，怎么减都瘦不下来，你就要开始高度怀疑你的睡眠多半也有问题。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有附上连结，你可以点进去做一个快速的自我睡眠品质评估。那么，如果你减重一直减不下来，大概率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来帮助你减重呢？第一，你可以使用止鼾牙套。止鼾牙套是一种下颚前移装置，它可以减少舌头后坠，帮助你的呼吸道畅通，降低打鼾跟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发生。它也可以改善深度睡眠的比例，帮助身体更有效地进行代谢跟脂肪燃烧。第二，做口腔重训。口腔重训机是专门为了改善睡眠呼吸、减少打鼾跟睡眠呼吸中止症设计的。它透过肌肉训练跟负压辅助的双重机制，来提升呼吸道的稳定性，帮助使用者恢复健康的鼻呼吸以及睡眠呼吸品质。第三，降低压力，调节肾上腺素，帮助入睡。长期压力会让交感神经过度活跃，因此学会放松、调节压力是改善睡眠跟减重的重要一环。你可以透过专注的呼吸跟放松练习，让身体进入副交感神经状态，降低你的压力荷尔蒙。睡眠呼吸中止症会破坏睡眠结构，增加压力荷尔蒙，让身体进入存脂模式，影响你的代谢跟燃脂能力。因此，如果你想要有效减重，那就要从改善睡眠呼吸开始，才能让身体回到正常代谢，让减重事半功倍，帮助你睡得更好，减重更快。你曾经因为睡不好而影响减重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明明吃很少却瘦不下来？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